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哥，账单多少？你先垫着，回头我转账给你。叔叔一脸无辜地看着我爸。23876，确实不少。我爸看了看账单，平静地说：“既然你要我垫着，那我想起一件事要和你说说。”叔叔满不在乎地摆摆手：“什么事？回头再说吧，先把账结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叔叔的脸色瞬间变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考上重点大学的消息是下午3点钟出来的。我爸正在单位开会，手机静音放在桌上。我妈在超市上班，也不方便接电话。我一个人在家刷着录取结果，看到那2个字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录取，985重点大学，我真的考上了。我立刻给我爸打电话，想了很久才接通。爸，我考上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我爸惊喜的声音：“真的？哪个学校？”“就是我们说的那个985那个。”我爸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，我能听到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回家。我又给我妈打电话，她激动得差点哭出来。我马上请假回家，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下午5点，我爸提前下班回家了，他脸上的笑容从进门就没消失过。让我再看看录取通知书。我爸把通知书拿在手里反复看，像是在看什么珍贵的艺术品。我妈也请假回来了，买了一堆菜，准备做大餐。咱们家终于出了个大学生。我妈一边摘菜一边说。我爸在沙发上给各个亲戚打电话报喜：“二弟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小明考上重点大学了。对，985那种，全国排名前10的。”我爸的语气里满是骄傲，这是我很少见到的。打完电话，我爸把消息发到了家族微信群里，群里瞬间炸了锅，各种祝贺声此起彼伏。恭喜恭喜，小明真争气，985啊，咱们家族的骄傲，大侄子有出息。红包雨开始下，大家都在抢红包发红包。我爸看着群里的热闹，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。叔叔这时候在群里发了个200块的大红包，还特意压了我，侄子争气，叔叔请客庆祝。我爸看到这条消息，点了个赞：“你叔叔还是挺有心的。”我爸说。我妈在厨房里应声，她现在生意做得好，出手阔绰了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爸特意开了一瓶红酒。这瓶酒是过年时候别人送的，平时舍不得喝。今天高兴，咱们喝点。我爸给自己倒了小半杯，我妈也象征性的倒了一点，我也尝了一口。一家3口围着餐桌，气氛特别温馨。我爸平时话不多，今天却显得很健谈。你从小就聪明，但是不够努力。这次能考上好学校，说明你长大了。我妈也很感慨，这些年的辛苦总算没白费。我们家的条件算不上好，但也不算差。我爸在国企上班，每个月8000块工资，很稳定。我妈在超市做收银员，每个月4000多。一家3口的生活过得平淡但安稳。为了我上学，我爸妈这些年省吃俭用。我爸的衣服穿了好几年都舍不得换新的，我妈更是连化妆品都很少买。家里最贵的电器就是那台3万块的空调，还是分期付款买的。但是在教育上，我爸妈从来不吝啬，补习班、
辅导书、学习用品，只要我需要，他们都会想办法满足。现在我考上了好大学，他们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。吃饭吃到一半，叔叔打来了电话：“哥，这么大的喜事必须好好庆祝。”叔叔的声音透着兴奋，还能听到背景音乐的声音。在家里吃顿饭就行了，别太破费。我爸客气地说：“那怎么行？我已经订好了金辉酒楼的包厢，明天晚上7点，你们一家3口都来。”我爸还想推辞，叔叔却很坚持：“这是大喜事，必须隆重庆祝。我来安排，你们什么都不用管。”叔叔的态度很坚决，我爸只能答应下来。挂了电话，我爸有些无奈：“你叔叔现在变了，总是要摆排场。算了，人家一片好意。”我妈说：“我对叔叔的印象一直不错。小时候他经常来我们家，总是给我买好吃的。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包工头，日子过得也不轻松。但是这几年，叔叔变化很大。自从做建材生意发了财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朋友圈里隔3差5就是炫富的内容。上个月发了一张新买奔驰的照片，配文是奋斗的成果。前几天又发了一块瑞士手表的照片，说是犒赏自己。还有那套别墅的照片，装修的金碧辉煌。我爸对叔叔的这些变化有些看不惯，但是不好说什么，毕竟是亲弟弟，而且人家确实成功了。记得带够钱，万一需要我们出一部分。我妈提醒道：“你叔叔都主动请客了，应该不会让我们花钱。”我爸说。我妈还是不放心，偷偷把银行卡放进了包里。第2天，我爸特意请了半天假，下午就回家准备。他翻箱倒柜地找出了那件最正式的白衬衫。这件衬衫是前年买的，平时只有参加重要场合才穿。我妈也穿了她最好的连衣裙，还化了淡妆。我换上了刚买的休闲西装，第一次穿显得有些不自在。一家3口站在镜子前，都显得有些紧张。咱们就是去吃顿饭，别太拘束。我爸说。但是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，他也有些紧张。下午6点半，我们出门打车去金辉酒楼。金辉酒楼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，我们很少来这一带。出租车师傅一听说要去金辉酒楼，多看了我们几眼。那地方消费可不低啊。司机说。我爸笑了笑，没有回应。车子驶过繁华的街道，两边都是高档商场和写字楼。这里的消费水平确实不是我们平时能承受的。快到酒楼的时候，我妈又提醒了一次：“如果需要，咱们也别太抠门。”我爸点点头，手不自觉地摸了摸钱包。金辉酒楼的外观很气派，门口停着各种豪车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一应俱全，还有几辆我叫不出名字的跑车。门童穿着制服，态度恭敬地为客人开车门。我们从出租车下来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大堂的装修金碧辉煌，水晶吊灯闪闪发光，地面铺着大理石，光可见人。背景音乐是轻柔的钢琴曲，整个环境很有档次。我们站在门口有些拘谨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这边，叔叔的声音从电梯口传来。他今天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名牌西装，剪裁合体，质地很好。手腕上戴着那块经常在朋友圈炫耀的劳力士手表，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，头发也做了造型。
整个人看起来成功人士的派头十足。哥嫂、小明，来来来！叔叔热情地招呼我们，他的语气很兴奋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。这地方真豪华，我妈小声地说。那是当然，这是咱们市里最好的酒楼。叔叔自豪地说。电梯很宽敞，里面播放着轻音乐。叔叔熟练地按下了3楼的按钮，显然对这里很熟悉。今天我包了牡丹厅，最好的包厢。叔叔一脸得意。电梯门打开，走廊里铺着红色地毯，两边挂着字画，装修得很有古典韵味。牡丹厅的门很大，推开后，里面的奢华程度让我们都愣住了。圆桌能坐10几个人，桌面光滑如镜，椅子是实木的，雕工精细，坐上去很舒服。墙上挂着名人字画，看起来都是真迹。包厢里还有一套音响设备，角落放着一架钢琴。太破费了。我爸看着这个包厢，有些不好意思。破什么费？侄子考上985，这是咱们家族的大喜事。叔叔拍拍胸脯。服务员很快就端来了茶水和小食。茶叶是上好的铁观音，小食也很精致。服务员的态度恭敬得很，说话声音都很轻。您看菜单吧。服务员把精装的菜单递给叔叔。菜单很厚，封面是真皮的，里面的菜品琳琅满目。叔叔接过菜单，翻了几页就开始点菜。帝王蟹来1只，要大的；澳洲龙虾来2只，活的；花椒炖鸡、松茸汤、清蒸石斑鱼、红烧鲍鱼、白切鸡、蒜蓉扇贝。每报一个菜名，我爸的眉头就皱一下。这些菜光听名字就知道不便宜。我偷偷看了看菜单上的价格，每道菜都是3位数起步，有些海鲜更是要4位数。够了够了，太多了。我爸连忙阻止。今天我做主。叔叔摆摆手，继续点菜。再来个佛跳墙、清炒时蔬、白米饭。最后一共18个菜，光看菜单上的价格就让人心惊。保守估计也要1万多块钱。服务员一一确认了菜品，然后询问酒水。酒水要什么？服务员问道。叔叔眼睛一亮，这个问题他显然早就想好了。有茅台30年吗？有的，3888一瓶。服务员回答。来4瓶。叔叔毫不犹豫地说。我爸差点把茶水喷出来。4瓶就是15000多块钱，太贵了，喝点普通的就行。我爸赶紧说。什么普通的？今天是大喜事，必须喝好酒。今天高兴，钱不是问题。叔叔不屑地摆摆手。我妈在一旁轻轻拉了拉我爸的袖子，示意他别再说了。服务员确认了一遍订单，总共18个菜，4瓶茅台30年，光是酒水就要15000多块钱。我爸想说什么，被叔叔打断了。哥，你就别操心了，今天一切我来安排。你们就放心吃放心喝，别的什么都不用管。叔叔的态度很坚决，我爸只能闭嘴。服务员退出去准备菜品，包厢里只剩下我们4个人。叔叔开始介绍这个酒楼的历史和特色。这个酒楼有20多年历史了，很多名人都来过。那边墙上挂的字画都是名家真迹，价值不菲。这个包厢我经常订，和老板也很熟。叔叔说话的时候满脸得意，显然很享受这种氛围。我爸只是礼貌地点头回应，
表情有些僵硬。第一道菜很快就上来了，是精美的开胃小菜。紧接着，各种海鲜陆续上桌。帝王蟹足有3斤重，橙红色的蟹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澳洲龙虾活蹦乱跳，个头大得惊人。花椒炖鸡香气四溢，一看就是用料丰富。满满一大桌菜，色香味俱全。4瓶茅台30年整齐地摆在桌上，包装精美的像艺术品。来来来，先开一瓶尝尝。叔叔开了第1瓶酒，开瓶的瞬间，浓郁的酒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包厢。确实是好酒，闻起来就不一样。叔叔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，自己倒得最满。来，为小明考上大学干杯！我们4个人举杯碰了一下。我爸象征性地抿了一口，我也尝了尝。酒确实很香醇，入口绵甜，回味悠长。叔叔却是一口气喝了大半杯。好酒，这才叫生活。叔叔咂咂嘴，满脸享受的表情。一边喝酒一边吃菜，叔叔开始讲他的发家史。当年我就是个小包工头，手底下就几个工人。那时候1个月也就赚几千块钱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后来我发现建材生意有搞头，就转行了。刚开始也很难，没资金没人脉，到处碰壁。叔叔讲的绘声绘色，我们都在认真听。现在你看，开奔驰住别墅，这就是努力的结果。做生意就是要敢想敢做，有魄力，有胆识，不能像某些人那样保守，一辈子守着铁饭碗。这话明显是在暗指我爸。我爸的脸色有些难看。我妈轻轻踢了踢我爸的腿，示意他别在意。叔叔似乎没注意到我爸的反应，继续滔滔不绝。小明啊，你要学你叔叔，有魄力，有胆识。读书是好事，但是光读书不够，还要会做人做事。你看你叔叔我，虽然书读的不多，但是混得比很多大学生都好。我爸握酒杯的手微微颤抖，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微笑。第1瓶酒很快就见底了，叔叔又开了第2瓶。来，哥，多喝点。这酒1瓶3000多呢，平时想喝都舍不得，今天敞开了喝。我爸只能硬着头皮陪着喝，但是明显喝得很勉强。叔叔越喝越兴奋，话也越来越多。他开始吹嘘自己的人脉关系和社会地位。我认识市里的某某领导，关系很铁的。上次他还请我去他家吃饭，就我们2家人。还有区里的某某主任，经常找我商量事情。你要是想换工作，我一句话的事，别在国企混了，没前途的。这些话说得很直接，我爸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我妈几次想拉住我爸，都被我爸制止了。叔叔继续喝酒，继续说着他的成功学。还有小明，不一定非要上什么大学，我可以安排你到我公司里，从基层做起。几年下来，保证比那些大学生混得好。读书有什么用？关键是要会做事，要有人脉。我爸终于忍不住了，孩子既然考上了，还是让他好好读书。读书？读书能当饭吃吗？叔叔不屑地说。你看你读了这么多年书，现在不还是个普通职员？1个月8000块钱，够干什么的？这话说得很重，直接戳到了我爸的痛处。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。我妈赶紧打圆场，都是为了孩子好，别争了。叔叔摆摆手，我这是为了小明好，不想他走弯路。
第2瓶酒又见底了，叔叔的脸已经红得发紫。今天高兴，再来1瓶。第3瓶酒开了，叔叔几乎一个人在喝。我爸和我只是象征性的抿几口，大部分酒都进了叔叔的肚子。酒喝多了，叔叔的话更加肆无忌惮。你知道吗？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叔叔醉眼朦胧地看着我爸。是胆量，是眼光，是魄力。不像有些人，一辈子就那样了，安于现状，没有追求，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我爸的脸色铁青，但是依然保持着克制。叔叔似乎完全没注意到，继续他的高谈阔论。我现在1个月赚的钱，比有些人1年赚的都多。这就是差距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。小明，你千万别学你爸，太老实了。在这个社会，老实人是要吃亏的。这些话说得越来越过分，完全没有顾及我爸的感受。包厢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，仿佛空气都凝固了。第3瓶酒也快见底了，叔叔摇摇晃晃的又要开第4瓶。今天必须喝够本，叔叔大声说道。满桌的菜基本没怎么动，大家都没什么胃口。那些昂贵的海鲜在叔叔的醉话面前显得毫无意义。我爸一直沉默着，偶尔加点菜，更多时候是在发呆。我妈也很尴尬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坐在那里如坐针毡，希望这顿饭赶快结束。时间过得很慢，每1分钟都像煎熬。终于到了10点钟，外面的服务员开始收拾其他包厢。叔叔这时候也有些累了，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4瓶茅台30年全部空了，叔叔一个人至少喝了3瓶。桌上的菜剩了1大半，实在是太浪费了。先生，您看是现在结账吗？服务员轻声询问。这个问题让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。叔叔突然睁开眼睛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他捂着肚子站起来，显得很急迫的样子。喝多了，去趟洗手间。起身时故意撞了一下椅子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哥，我去个洗手间，你先招呼着。说完就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包厢，脚步显得很匆忙。此时，我爸开口了，一句话让叔叔的脸色瞬间变了。你还记得3年前你找我借的那50万吗？我爸的声音很平静。叔叔愣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化。什么50万？叔叔结结巴巴地说。我爸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我这里有转账记录，还有你亲手写的借条。当时你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只借半年，到现在已经3年零4个月了。包厢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叔叔的脸色变得惨白，豆大的汗珠开始从额头上滚落。这50万是我卖掉老房子的钱，本来准备给儿子上大学用的。我爸继续说道。叔叔的手开始剧烈颤抖，想要伸手去拿茶杯，却差点打翻。茶水洒了一桌子，他慌忙用餐巾纸去擦。我什么时候借过你50万？叔叔矢口否认，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，不再有刚才的底气。我爸慢慢打开手机，调出了银行的转账记录。手机屏幕在灯光下格外清晰，屏幕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转账50万元，收款人就是叔叔的名字。转账时间：2021年3月15日下午2点23分。这是中国银行的转账记录，你看看收款人的名字。我爸把手机递给叔叔。
叔叔接过手机，手抖得厉害，几乎拿不稳。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收款人一栏，叔叔彻底慌了。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叔叔改口了，不再否认。很久，3年零4个月算很久吗？我爸的声音依然平静，但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叔叔心上。当时你说急用，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你跪在我面前说只借半年，到期一定还。你还说要给我利息，年息10%。可是到现在，你连1分钱都没还过。叔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。他开始试图转移话题，声音颤抖着说：“今天是庆祝侄子考大学，谈钱多俗气。”我爸冷笑一声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这样的表情。俗气？你刚才点4瓶茅台30年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俗气？你口口声声说钱不是问题，那这50万对你来说应该更不是问题。你刚才不是说你1个月赚的比别人1年赚的都多吗？每一句话都像重锤一样砸在叔叔身上。叔叔彻底慌了，开始胡言乱语。我现在真的没钱，生意确实困难，疫情影响，建材行业不好做。那些车子房子都是贷款买的，压力很大。下个月我一定想办法还钱。我爸摇摇头，表情越来越冷漠。这些话你3年前就说过，一模一样。你知道我为了这50万付出了什么代价吗？那是我卖掉老房子的钱，本来准备给儿子上大学用的。为了帮你，我们一家3口挤在这个小房子里。儿子要上大学了，学费、生活费怎么办？叔叔听到这些，脸色更加苍白。他开始哀求：“哥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真的会还的。我发誓，这次绝对不会食言。”我爸冷冷地看着他：“誓言？你的誓言值几个钱？按银行贷款利率算，50万本金加上3年多的利息，应该是56万8千元。”叔叔听到这个数字，整个人都瘫在了椅子上。外面的音乐声显得格外刺耳，与包厢内的紧张气氛形成鲜明对比。今天这顿饭23876元，就从你欠我的钱里扣吧。我爸的话像最后通牒一样冷酷。还剩下544124元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还？叔叔彻底崩溃了，开始声泪俱下。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些年我确实飘了，说话做事都不对。但是我真的没钱，你要相信我。隔壁包厢的客人似乎听到了声音，有服务员过来轻敲包厢门。先生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这让叔叔更加难堪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没事，谢谢。我爸对服务员说。服务员退出去后，我爸继续说道：“那你的奔驰是哪来的？你的劳力士是哪来的？你朋友圈里的别墅是哪来的？你刚才吹嘘的人脉关系是哪来的？”我爸每问一句，叔叔的脸色就难看1分。那些都是表面功夫。叔叔勉强辩解：“车子房子都是贷款买的，压力山大。手表是假的，朋友圈的照片有些是借来的，人脉关系也夸大了，其实就是普通的业务往来。”叔叔的这番话等于承认了自己这些年的虚荣和造假。我爸听了更加愤怒，既然都是假的，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？既然压力山大，为什么今天要请这么贵的客？既然没钱，
为什么要点4瓶茅台30年？既然困难，为什么不主动联系我还钱？每一个问题都让叔叔无法回答。他低着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我就是想在家人面前有面子，我不想让你们看不起我。今天请客也是想表达歉意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我爸冷笑：面子？你的面子值568000元。你想表达歉意？最好的歉意就是把钱还了。包厢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叔叔知道今天是彻底逃不过去了。他颤抖着手从包里拿出纸和笔，只是餐厅提供的便签纸，笔是他随身带的钢笔。我重新写个借条。叔叔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他在纸上写下：本人某某某，叔叔真名，欠某某某，我爸真名，人民币568000元整。写字的时候手抖得厉害，字迹歪歪扭扭。分期还款，12个月还清，每月还款47000元。从下个月开始，每月15号之前到账。如有违约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写完借条后，叔叔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，还按了手印。红色的印泥在白纸上格外显眼。签字的时候，叔叔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签完字后，他把借条递给我爸。我爸仔细检查了借条，确认没有问题后，放进了钱包。这次你要是再食言，我就去法院起诉你。我爸冷冷地说。叔叔点头如捣蒜：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我这次一定按时还款，绝不食言。写完借条后，叔叔像泄了气的皮球。他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意气风发，再也没有了成功人士的派头。现在的他就是一个欠债不还的老赖，一个在兄长面前狼狈不堪的失败者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叔叔小声地问，声音里满是屈辱和无奈。我爸点点头，记住你今天签的字。叔叔如获大赦般的站起来，却差点摔倒。他的腿软得站不稳，扶着椅子才勉强站住。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西装，叔叔朝门口走去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：羞愧、愤怒、无奈、悔恨。但是他什么都没说，就这样离开了包厢。背影看起来格外萧瑟，再也没有了来时的意气风发。包厢里重新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我们一家3口。空气中还弥漫着酒香，但是气氛已经完全变了。我妈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总算解决了。我爸拿起账单，对等在门外的服务员说：结账吧。服务员走进来，态度依然恭敬。我爸掏出银行卡，面不改色地递给服务员：23876元，刷卡。POS 机的声音在安静的包厢里格外清脆。我爸输入密码，按了确认键。对我们家来说，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但是我爸没有丝毫犹豫，也没有任何抱怨。他把银行卡和小票收好，站起身准备离开。走吧，回家。我爸平静地说。我们收拾好东西，离开了牡丹厅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其他包厢的客人都已经离开了。电梯里谁都没有说话，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。走出9楼大堂，外面的夜风很凉爽，豪车们还停在门口，但是我们已经不会再羡慕了。我们在路边等出租车，等了很久才有空车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依然保持着沉默。车窗外的夜景在倒退，
霓虹灯闪烁着各种颜色。这个城市依然繁华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一切都变了。你做得对。我妈简单地说了4个字。这是回家路上唯一的对话。我爸点点头，眼神很坚定。回到家后，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。我爸把新的借条放进了保险柜，和其他重要文件放在一起。这次他应该会还的。我爸说。我妈给我们每人泡了一杯茶，热气腾腾的。我们坐在客厅里，慢慢喝茶，谁都没有再提今晚的事。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今晚发生的一切将会改变很多东西。1个月后，叔叔真的按计划转来了第一笔钱，47000元。转账时间是15号上午9点，比约定时间还早了几个小时。我爸收到银行短信后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从那以后，叔叔每个月都按时还款，从来没有拖延过。他在家族群里彻底销声匿迹了，再也不发那些炫富的内容。偶尔在群里说话，也是很客气、很低调。其他亲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真相。原来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大哥，其实是最有原则的人。大家对我爸的看法完全改变了，都开始尊重他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叔叔依然会来我们家，但是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了，变得很谦逊、很小心，再也不会在我们面前吹嘘什么，也不会指点我爸的人生。这件事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爸，也重新认识了什么叫做体面。真正的体面不是奔驰豪宅，不是名表好酒。真正的体面是诚信，是担当，是在关键时刻的坚持。那顿价值2万多的饭，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